我上个月花重金买了个烤全羊的配方，今天总算赶个大晴天，我买了只38斤的羊，看看在家能不能烤成功。但这活从来没干过，怕又干一天一宿，等第二天再吃不成隔夜羊了吗？所以就决定奔点先飞。凌晨3点，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砖搬回来了。这砖呢，看着不多，但加起来得有1吨多。搬上楼之后，心都突突了。这回我整明白了，空腹有氧啊，未必会减脂，但一定会折寿。后来搭槽这个过程证明了一个事儿，就我们几个这个智力啊，那只能说有但不多。3点就给砖搬回来了，没想到13点的时候还他妈搁这研究砖呢。得亏我哥来的早啊，他来之后20分钟就给解决了，他算是给这全羊保住了。他要是不来，我们下午可能就改成磨刀剔骨串羊肉串了。然后晚上吃饭回来好多人嘛，我们搬出了待客的最高礼仪，就是石磨豆浆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看着小胖惊喜4连直播的算是掏上了，后来手机热的都需要保护了，我们还在那拉磨呢。事实证明，人类站在食物链顶端是有原因。就这天换头驴来估计都得累吐了，但我们却奇迹般的挺住了。差不多了，突然发现个事儿，就一直在这转也没注意，这羊不知道啥时候烤丢一块肉，骨头都没了。我寻思这也不合理呀，这再烤下去，不眼瞅要给羊火化了吗？完这羊让我们烤的也没啥卖相，就干脆把料全撒上了，看着不好看，但吃起来贼香。然后今天最大的惊喜就是我把后院收拾出来了。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一刻呀，这个氛围感太好了。但今天这个生物钟也是大爆炸呀，原来都是1天1宿，今天是1天1宿1天，还不一定喝到几点。本来寻今天吃饭早能调调作息，这还调个嘚儿了，一起摆烂吧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烤鸭，但是饭店动辄188一只，吃一顿就给我兜掏稀碎，所以我高价买了个商业版配方，打算在家实现烤鸭自由。配方上说烤鸭要想好吃必须得用砖炉，于是我买了2吨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炉子，但是从我搭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，3天下了8回，根本封不上顶。我估计等这炉子晾干投产呢，我他妈可能都穿上秋裤了。后来我和鸭子都有点等不及了，就决定路见不平绕道而行，我直接买了个烤鸭炉。然后这配方特意强调了，就一定要把气儿打匀，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用嘴吹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我严重怀疑这话就是骗同行的，但就在我怀疑这功夫，胖已经给自己吹没劲了。为了缅怀他和这只鸭子，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了每一个步骤。终于在30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之后，我们迎来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鸭。我操，哎呀我后来我又失败了几次，但我想通了一个事儿，就火候肯定不是3、2天能掌握的，我们应该扬长避短，我们的长项是熬啊。所以第二天8点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准时坐着开熬。这回再开盖，鸭子终于成了，烤得越来越好，还给邻居送2只。当然前面那几只也没白牺牲，在实现烤鸭自由的路上，还收获了一波鸭架糖自由。后来这烤鸭出炉了，我1秒也等不了了，火速给它装盘上车了。这鸭子片的滋滋冒油，真要我命啊！特别是这鸭皮，这蘸满白糖吃可太爽。不过仅有的理智还是让我们保持住了一点仪式感，一口一饼酱不流嘴，是我们对这只鸭子最后的优雅了。真的，我吃这烤鸭的时候热泪盈眶的，想想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啊，从美食博主干成真实博主，甚至还一度干过户外博主。我现在终于回到美食序列了，我操！整3个月呀！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最近对手工精酿特别感兴趣，然后查了个教程，感觉也不太难，所以我买了100斤麦芽，打算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这个麦芽在磨的时候就已经有淡淡的啤酒香味了，但这玩意儿磨不了一会儿胳膊就麻了。我第一次磨了1个来小时，打算就不着疼了，然后粉碎好的麦芽就可以加热水糖化了。但这教程没给具体的比例，我寻思那肯定是麦芽越多味越浓呗，所以我是1比1倒的水。后来我发现这种比例我们只会得到10%的高浓度麦汁，因为那90%吧，它变成了一锅小麦米饭。后来我到底还是托人买了个商用版配方，但是这配方只能提供一些准确的数值，等具体实操阶段我们还是遭受了很多意外。第一天糖化的时候上来先给锅烧糊了，第二天开始尝试发酵了，又把天花板崩花了。我们那几天过得跟重播似的，每天睁眼睛就开始重新磨麦子。后来直到第4天晚上才把所有的麦芽都变成可以发酵的小麦果汁。正常来说100斤的麦芽可以酿出200升的啤酒，但我们这么折腾完之后就剩下80升麦汁了。它到底会不会很好喝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这回又干赔了。然后这些小麦果汁要经过2次发酵，一共是15到21天才可以变成啤酒。完这几天等着也没啥事儿，我发酵到第18天的时候，我们决定给它开封了。但是打了几杯之后，它持续是一个出沫不出酒的状态，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说这回完了。干了20多天，居然就为了酿80多升泡沫，我当场乳腺增生了我。
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精酿得冷藏才能打出来，但是冰箱里放不下这么多爹，所以我们就抱着这些酒出去找了个修配厂，狂打氟利昂，暴力降温。这酒在凉下来之后，打出来的状态就很正常了，并且口味得到了全场的一致好评。然后等他们都冷却到3、4度的时候，这个酒再打出来就非常漂亮了。我不敢说它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是一杯非常好的浑浊 IPA， 但以我这么多年吐床头柜里的经验来看，这个酒从外观、口感、气泡、香味来说，都可以算上是一份80分以上的精酿。就直到这会儿我才敢把我印的贴纸拿出来，刚才出泡沫的时候我都差点给它烧了。但是我们不会算酒精度，所以用人体测量的方式开怀畅饮了一下。我估计这个酒的酒精度应该在5度左右，甚至还会更多。因为第二天我们把所有人的记忆都总结了一遍，发现并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昨天。我前2天看了个讲广东脆皮烧鹅的纪录片，那油跌来的时候都给我馋完了，然后我搜了一圈，发现现在满大街只有羊，也没有烧鹅可以吃，所以我托人买了个老广的烧鹅配方，我打算试试这玩意在家能不能做。然后我还买了几只专门做烧鹅的黑棕鹅，但现在物流太慢了，我就寻思先抓2只东北大鹅在家试烤一下。不过我发现了，能苟到现在还没被抓的鹅，那都绝非等闲之鹅。我们换了2个屯子，跟鹅扑腾了一整天，到最后愣是1只鹅都没抓着，完了还给腰子卡坏了。后来这鹅到了，我们的腰还没好呢，但也不想等了，就开始按照配方做了。这烧鹅做一次才明白，为什么饭店能卖到6、700一只，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太复杂了，光这腌鹅的酱就得用到20多种调料。然后我发现这烧鹅和烤鸭差不多，最难的都是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。但我们这现在外面太冷了，就导致这炉子用起来温度非常不稳定，就这么烤出来的鹅，要不然就是里边没熟，要不然就是整只鹅在炉里直接烤着了。后来实在没招了，我们就把炉子搬屋里来了。在室温环境下，这个炉子上温就非常快了，大概也就用了3分钟吧，整个屋都他妈仙气飘飘了。鹅的时候我们就非常谨慎了，而且我看纪录片里讲说，脆皮烧鹅最重要的灵魂是一碟酸梅酱，但是这个季节它买不到新鲜的青梅啊。后来我纠结了一下，我到底还是把我们家这个爹请出来了。这酸梅酱熬完之后，现在多少还带了点酒香，然后这些鹅现在烧的也非常好了，就无论从颜色还是饱满度上来讲，看着还真有点饭店的感觉。尤其是剁鹅的时候，这油汪汪的一块一块，看着可太爽了。我从来没敢想过，居然有一天能在家吃上一只冒着热气的脆皮烧鹅。不过就是过程不太顺利，我们吃上这顿饭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第4天晚上了，然后趁热还给邻居送了几只过去。等吃完饭之后，我把这2天做失败的鹅都给剁了，主要也懒得重新烤了，就都让我炖酸菜了。我是真没想到这烧鹅炖酸菜居然能这么好吃，就是我们真的都已经吃得非常饱了，但是实在是没忍住，一人又干了一大碗米饭。后来撑的凌晨3点还没睡着呢，就坐床上打嗝啊。